大家街坊大家好，咁我勞工處姓洪嘅職業安全主任，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係關於樓宇裝修維修安全關你事嘅。咁咧，除咗香港嘅樓宇咧，你哋都見到不停咁老化啦，所以涉及呢個裝修維修工程嘅意外咧，其實都時有發生嘅。咁當中咧，超過40%嘅建造業嘅致命意外咧，都係涉及呢啲裝修維修嘅工程嘅喎。咁不如我哋睇下啲意外數字先啦。咁咧，近呢5年，2019年至2023年咧，其實平均每年咧都差唔多有3000宗嘅傷亡嘅個案嘅。咁致命嘅意外咧，其實每年咧都有10幾20宗嘅。咁當中咧，涉及呢個從高處墮下嘅致命意外咧，就有大約9宗啦，或者10宗度嘅。咁人體高處墮下嘅致命意外咧，多數會有乜嘢咧？其實咧就係一啲棚架嘅進行嘅搭建啦，即係搭拆改啦，或者係工作期間啦，因為個安全措施不足咧，就令到啲工人咧喺個棚架或者喺高處裏邊咧墮下引致嘅。咁離地嘅工作意外咧，你哋都有好多嘅喎，唔好諗住咧係好高跌落嚟咧先至會致命嘅。咁我哋曾經都有啲例子咧，其實可能係啲 A 字梯啊，少過2米啊，跌落嚟嗰時咧，可能個頭部受傷咧都會致命嘅。咁有咩離地嘅工作咧？我哋常見嘅裝修維修就有啲天花批盪啦，或者裝電線嘅工作嘅。咁我哋都要了解翻我哋而家勞工處嘅職安健嘅法例啦。咁我哋有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啦。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咁當中咧，如果係建築嘅工程咧，裝修維修嘅工程咧，就係建築地盤安全規例嘅。咁但係大家會唔會有留意到咧？其實因為咧嘅意外比較多啦，咁我哋都想提高翻個職安健嘅罪行嘅最高嘅罰則。咁而家咧個罰則咧，其實咧一啲犯咗嘅職安健嘅法例，如果係嚴重性咧，其實已經去到1000萬㗎，同埋監禁2年嘅。咁大家就喺度諗喎，我又唔係做承建商，我只不過係戶主或者業主嘅啫。其實裝修維修工程其實點解會關我事咧？但係其實大家身為戶主或者業主都諗一諗啦，大家都唔想自己住嘅單位發生任何事嘅，因為又可能都會影響啲好不安嘅情緒啦，又驚個物業嘅股價會跌啦，又會因為如果有意外咧，又要停工咧，就會延遲個工程。咁你或者會有一啲民事訴訟啦，就要承擔啲法律責任嘅。咁我哋都要留翻啦。如果有啲工傷或者意外發生咧，有機會咧有啲意外賠償啦、醫療嘅費用啦，或者係保險附加費嘅。嗱，咁我哋可以講一講個 case 啦。咁咧有個旺角啦，咁咧就進行啲大廈維修工程。咁其實個維修工程咧已經完咗㗎啦，但個棚架就冇拆，就丟咗喺度。咁另外一個工人見到喂好細喎，咁啊走咗到去棚架上邊咧睇下啲水喉啦。咁即係棚架冧咗，咁啊導致個工人咧跌咗落嚟咧就全身癱瘓。咁最後嗰個工人呢個傷者咧就循民事訴訟啦。咁咧法院最後裁定咧就要賠2000幾萬俾個傷者嘅。咁嗰個屋苑咧大約有400戶啦，其實每戶咧都要分7萬幾蚊嘅，所以大家呢個都要留意個例子啦。咁我哋又可以睇下另外一單意外啊。咁咧青衣咧就有個外牆做緊工作啦，突然間個途人經過咧，就發覺有個狗嘅話跌咗落嚟，打中嗰個途人嘅頭部。咁最後咧警察咧就發現咧，其實嗰個單位出邊咧有啲搭建棚架嘅工程嘅，咁就捉咗嗰個工人啦。咁其實呢啲咧隨時都係啲誤殺嘅罪行嘅，所以咧係一啲好嚴重嘅事項嚟嘅。咁我哋不如咧，身為業主啦，業主咧都認識下一啲工程啦嘅安全措施啊。咁可以睇翻個承建商做嘢係妥唔妥當嘅。其實咁樣做嘢啱唔啱咧？咁我哋留意翻喎，其實好多嘅高空工作咧都係啲外牆嘅維修工作嚟嘅。咁外牆工作其實好多嘅，我哋最常見就係可能石屎剝落啊、修葺外牆啦，或者你哋最多就換窗啦、換窗花啦，或者係啲更換冷氣機嘅。咁大家見到咧，其實都有好唔同嗰啲工作平台嘅。咁我哋最常見就係竹棚架，竹棚架我哋所謂大棚咧，就係由地下搭到去上邊嘅。咁亦都有啲我哋叫做第二樣就懸空式竹棚架，就你某一個單位係要做啲外牆工作嘅啫，就會搭個所謂嘅飛棚啦。咁呢啲我哋其實好常見㗎啦，你一個屋苑出邊隨時都見到幾個嘅。
咁另外咧有啲就係金屬棚架，咁另外一種咧就要用到吊船嘅，咁吊船就多數係用啲洗外牆嘅工作嘅。咁最後嗰個咧就係升降台，咁呢啲我哋常見嘅合適嘅工作台。咁我哋而家可以針對講翻飛棚啦，因為都係常用嗰啲我哋裝修維修工程嘅。咁你大家留意到喎，其實飛棚咧，因為係某一個單位咁搭建出嚟，咁大家都會嚟到喺其實到棚架下邊咧都會有啲鐵架嘅。咁我哋咧就俗稱叫做狗臂架。咁點為之個狗臂架係穩陣可以承托到個棚架嘅力咧？我哋就要留意翻喎，個狗臂架上面咧要有3粒繫穩螺絲，我哋俗稱為爆炸螺絲嘅。咁講咗呢個棚架嘅結構啦，咁就留意翻個工人喺上面做嘢要點樣啦。一定咧，如果係搭拆改嗰個飛棚嘅話咧，就要揾一個合資格人士嘅直接監督睇住啲工人做嘢。咁但係嗰個合資格人士係唔可以上棚嘅。咁啊，工人喺個棚架嗰度做嘢或者搭拆改個棚架上面咧，你見到啦，一定要有帶呢個安全吊帶。個尾繩咧要扣住喺呢個繫穩裝置嗰度嘅。咁我哋常見嘅繫穩裝置就有啲可能啲羊眼圈啦、獨立救生繩嘅。咁勞工處咧其實修訂咗咧竹棚架工作嘅安全守則，咁咧就講清楚呢個竹棚架嘅支撐啦，同埋嗰個連上器嘅要求啦，同埋頭先我想講嘅喺上面做嘢嘅工人咧要有一個適當嘅牌照啦，同埋所有嘅安全措施嘅。嗱，咁我哋就諗啦，如果你哋好多住戶或者啲保安咧就會諗啦，如果你哋做一啲維修工程工作咧，要俾啲工人入場咧，如果佢係要搭飛棚嘅話咧，佢就要有依2張牌照嘅，我哋俗稱咧叫做紫卡同埋灰卡。咁紫卡咧就後生啲嘅，就叫做中級圓通式棚架安全訓練書；灰卡咧就係高級啲嘅。高級圓通式棚架安全訓練書，咁要有呢2張卡咧，先至可以進行啲搭拆改飛棚嘅工作嘅。咁我哋頭先講嗰本新嘅安全守則已經修訂咗，就聽日生效㗎啦。咁又可以喺我哋個 QR code 啦，或者條 link 咧，可以攞到嗰本安全守則嘅內容嘅。咁呢啲就係我哋唔同嘅飛棚啦嘅結構啦，同埋因應咧，因為有啲窗台啊，有啲位置咧個狗臂架咧係一個唔同嘅方法咁擺，但係咧都係有3盒繫穩螺絲嘅。咁大家希望對業主咧都大家合作啦，因為其實咧安全個工人喺個外牆度做嘢咧，其實安全吊帶咧係佢個救命繩嚟嘅。但係我哋可能常見啲工人真係會有帶個安全吊帶，但係就係冇扣。咁其實係冇意思嘅，大家要知道，因為安全吊帶要扣喺個位喺密度咧，佢萬一跌咗落嚟先可以戳住佢，唔會跌落地下引致受傷嘅。咁所以我哋都需要咧，有陣時咧個工人咧就要個承建商咧就喺嗰個外牆帶一啲咁嘅所謂羊眼圈啦，或者係臨時流動式防墮裝置嘅。咁好多時就可能要個業主啦、立案法團咧就盡量配合個承建商啦，咁係可以容許個承建商咧喺室外或者室內帶啲裝置咧，去俾啲工人扣嗰條繩嘅。咁亦都要留意翻啦，其實個棚架咧係要搭完之後咧，先至咧揾個合資格嘅人士檢驗咧，出咗呢個我哋叫做表格5咧，先至可以用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張咁嘅表格5咧，就會有個地址啦。嗰個承建商嘅名稱啦，同埋個檢驗日期啦，同埋個師傅啦，同埋個公司人嘅。咁留意翻喎，其實咧佢第一次搭完之後咧，就要有張牌子啦。每14日咧，其實都要驗一次嘅。咁亦都有通報機制嘅。其實如果大家啲承建商要搭啲飛棚咧，就要喺工作前5日咧，其實要通知勞工處嘅。嗱，跟住我哋去片睇下我哋嗰個video 先，咁就講翻係做呢個飛棚工作需要留意嘅安全措施。我係職安健分析師 AI， 一宗死亡工業意外發生緊。喺一個住宅裝修單位嘅外牆，有一個棚架工人搭緊飛棚嘅時候，突然失平衡，直墮地面死亡。經過我精密嘅分析，發現工人係有佩戴安全吊帶嘅，但裝修單位內外都冇提供適當嘅繫穩物俾佢扣住，所以冇辦法防止佢喺飛棚上面跌落街。
點樣先可以避免意外發生？喺進行搭、拆、擴建或更改飛棚工作之前，要委任合資格嘅人直接監督棚架工作。根據新修訂嘅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所有進行搭、拆、擴建或者更改飛棚嘅工人都一定要持有有效嘅高級懸空式棚架安全訓練證明書、中級懸空式棚架安全訓練證明書。進行飛棚工作之前，工人一定要佩戴安全吊帶，仲要將佢扣響適當嘅繫穩物，例如獨立救生繩、羊眼圈或者流動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喺施工期間，要確保工人佩戴嘅安全吊帶持續扣住繫穩物，直至安全返回單位內。記住，合資格嘅人要專注監督棚架工作同埋工人嘅安全，係唔可以同時參與相關棚架工作㗎。身為戶主，如果承建商需要喺外牆或者室內嘅地方安裝繫穩物，我哋都應該盡力配合，舉手之勞就可以保工人一命。製造安全工作環境，大家都要出一分力。係咪睇完大家都清楚晒呢？好過我講好多係咪啊？所以呢啲我哋叫做我哋嘅所謂嘅動漫呢，其實就會簡單啲，可以講翻個事發經過啦。咁可以點樣預防嗰個意外發生同埋有咩問題嘅？咁我哋亦都可以講一講另外一宗嘅意外經過啦，就喺何文田嘅。咁一個裝修嘅工人呢，就喺個住宅單位呢，佢搭棚嗰時呢，就失足啦，就跌咗落地面死亡嘅。咁我哋都係去片睇一睇呢個 view case 先，咁都係會講翻個意外經過啦，嗰個意外嘅問題啦，同埋嗰個防止嘅方法嘅。喺一座做緊維修嘅大廈入面，一個工人由天台擒出去外牆嘅竹棚，企喺個棚度做外牆批盪。做嘢期間，佢突然失足，由棚架嘅空隙跌咗落地下，傷重死亡。問題喺邊呢？原來個棚係密竹棚，同冇鋪到適當嘅工作平台，所以唔能夠防止工人喺棚架嘅空隙度跌落嚟，釀成致命意外。咁點先可以避免意外發生？喺竹棚進行高處工作嗰陣，必須喺每個棚層設置合適工作平台，包括橋板、護欄同底護板。如果個棚係密竹棚式設計，咁就要喺每個需要工作嘅位置設置合適工作平台，仲要喺每個工作地點提供適當同足夠嘅安全進出口。喺使用棚架前，記住要由合資格嘅人檢查棚架，證明個棚喺安全操作狀態，同簽署表格5。締造安全工作環境，僱主同僱員都要出一分力㗎。做足安全措施，大家就可以安心工作啦。好，咁大家都睇咗2個 case 啦，咁我都可以講下啦。咁有時裝修維修我都見到啲天台嘅工程嘅，咁例如做啲防水啊、水箱啊、滅蟲咁樣嘅，咁要留意翻啲乜嘢呢？因為有啲舊嘅樓宇嘅天台呢，未必有矮牆嘅。咁所以如果做呢啲咁嘅工程咧，工人要喺天面嗰度做嘢咧，就要設置一啲適當嘅圍欄啦，同埋啲踢腳板嘅。咁圍欄嘅高度咧，其實我哋勞工處咧法例都有要求嘅。咁啊高護欄咧就有900mm 至到1150嘅，咁仲有一條中護欄嘅450至600mm嘅。因為有陣時啲工人咧有機會咧係會踎低喺度做嘢嘅，咁所以2條圍欄咧就可以保障佢哋，防止佢哋墮下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有要咗做嗰啲天台嘅工程咧，其實最好就係搭咗嗰個圍欄啦，同埋踢腳板啦，同埋工人咧喺做呢啲工作嗰陣時咧，如果未能安裝個圍欄咧，就好似我頭先講，一定要有安全帶，同埋扣咗喺個適當嘅繫穩裝置嗰度嘅。嗱，咁大家我想問大家個問題啦，其實喺個梯係其實可唔可以做嘢咧？咁喺我哋勞工處咧，其實法例嘅規定咧，個梯咧其實咧就只係愛嚟上落，就唔可以進行啲離地工作嘅。咁大家就會問喎，咁唔通我每一次都搭棚架嚟到做咩？冇可能㗎。咁其實咧，我哋勞工處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咧類似梯台或者叫流動工作台同埋功夫凳嘅嘢。咁你哋會見到咧，其實佢哋都有個共通點嘅。就係有一個工作平台啦，同埋有圍欄嘅，咁即係可以防止啲工人咧，其實喺矮個2米做嘢嘅離地工作咧，都會有翻個保護咯。呢啲應該你哋喺街嗰度或者屋宇嗰啲維修都會見過㗎啦。咁我哋又係去片睇一個 A 字梯嘅意外啊！工人嚟到鋪頭單位做裝修，
佢擒上一把人字梯安裝假天花。當佢舉高雙手量度假天花嗰陣，突然失咗平衡，由條梯跌咗落嚟，個頭冚落地死亡。到底邊度出咗問題？梯只係俾人用嚟上落，唔適合用嚟做離地工作，而梯橫亦都冇足夠嘅企腳位。當工人企喺條梯嘅時候，好難保持平衡。人字梯上面亦冇工作平台，包括護欄同埋踢腳板，工人容易喺把梯跌落嚟受傷。工人又冇戴安全帽，當佢個頭冚落地嘅時候，冇咗安全帽嘅保護，唔能夠減輕頭部嘅傷勢，結果傷重死亡。點樣可以避免意外發生？做離地工作時，必須要用合適嘅工作平台，例如流動工作台、梯台或者功夫凳。呢類工作平台上面都會有護欄同踢腳板，就算工人失去平衡，亦都唔會跌出工作平台，造成傷亡。另外，工人必須時刻佩戴安全帽同扣好帽帶，避免喺跌落嚟嘅時候，安全帽意外移位或者鬆脫，咁先可以減低頭部受傷嘅風險。做足安全措施就可以安心工作啦。咁大家睇完都清楚，咁我哋又可以，因為我哋啲所有嘅動漫嘅 video 咧，其實都係根據啲真實嘅致命意外咧改編嘅，所以係好值得參考嘅。咁我哋再分享一個 case 咧，就喺個洪水橋嘅。咁有一個工人咧，就喺個大廈露台嗰度咧，企喺個木梯上邊咧，就由個天花個油漆啦。咁佢就唔好彩啦，由個木梯度跌咗落嚟。但係因為佢都係企高咗，個護欄就唔可以保護佢，佢就飛咗出街，跌咗落街嘅。咁我哋又去片睇下呢個意外嘅經過啊！一個工人喺一個裝修緊嘅單位露台度工作，當佢企喺梯上面游緊天花嘅時候，突然失咗平衡，跌咗落嚟，越過露台上嘅永久護欄，直墮地下死亡。等我哋睇下意外嘅成因。梯嘅梯橫冇足夠嘅企腳位。工人企喺條梯嘅時候，好難保持平衡。梯只係俾人用嚟上落，唔適合用嚟做離地工作。當工人企喺木梯上面做嘢嘅時候，永久護欄嘅高度唔足以提供有效保護俾工人進行離地工作。點樣先可以避免意外發生？盡量避免進行離地工作，例如使用工具，令工人可以喺地面完成工作。如果唔可以避免進行離地工作，而工作嘅地方又狹窄，咁就要用合適嘅小型流動工作台或者輕便工作台，例如梯台或者功夫凳。呢類合適工作台要有護欄、踢腳板、足夠嘅企腳位。工人仲要嚴格遵守安全規則，唔好將身體過度伸展出工作台外。如果評估過工作環境有從高處墮下嘅危險，工人就要用全身式安全帶，同將安全帶持續扣喺適當同穩固嘅繫穩點做嘢啦。締造安全工作環境，僱主同僱員都要出一分力㗎。好，所以咧，其實咧，我哋頭先都講咁多啦。離地工作咧，其實都可以用啲梯台啦、功夫凳啦，或者流動工作平台嘅。咁其實我哋勞工處同啲物管公司咧，就有個推廣安全輕便工作台嘅先導計劃2.0嘅。咁你哋可以查翻個大廈名單咧，就可以咧借出呢啲咁嘅工作台咧，進行啲維修工程嘅。咁另外一個裝修維修工程咧，就係一個電力嘅要注意啦。咁電力工作咧都係不容忽視嘅。咁因為咧大電嘅工作咧就可以導致觸電嘅喎。咁咧根據機電工程署咧，其實所有電工咧都要係註冊電工同埋有個牌照先可以做嘢嘅。咁啊，我哋如果有啲電力工作嘅需要咧，就一定要確保咧要安全咧隔離電源啦，避免帶電嘅工作啦，同埋要避免負荷嘅。咁電力工作咧，其實都要緊記3部曲：關電源、上鎖同埋張貼告示。咁我哋又去片睇下一個真實個案先。電工冇通知佢哋就入咗去地盤，關上電源，然後上咗閣樓接駁電線。嗰2個工人飲完下午茶返嚟，咦？點解冇電嘅？邊個閂咗個大掣啊？意外就係咁樣發生。問題喺邊度呢？我哋返到較早前睇睇。
原來電工閂咗總掣之後，冇將配電盤上鎖，同埋張貼警告告示。仲有工友未確定有冇電力工作仲做緊，就開返個總掣。咁點樣先可以做好啲呢？進行電力工作前，電源必須關上，配電盤亦要上鎖及張貼警告告示，提醒其他工人。總之，進行電力工作嘅時候，必須謹記電力安全三部曲：關電源、上鎖、張貼告示。做足安全措施，大家就可以安心工作啦。嗱，咁裝修維修工程咧，有陣時都會用到啲易燃物品，例如啲天拿水嘅。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如果用啲天拿水或者易燃物品咧，就有一個良好嘅通風啦，同埋妥善去儲存呢啲咁嘅易燃物品嘅。咁同埋所有進行呢啲咁嘅裝修維修啦，或者建築工作嘅工人咧，其實都要咧持有我哋咧所謂有效嘅證明書，即係平安卡或者綠卡嘅。咁啊，平安卡上面咧，大家可以見到咧會有工人嘅中英文名啦，同埋佢個編號啦，同埋留意翻其實平安卡係有效日期嘅，只係3年嘅啫。佢3年之後要再上去攞翻張卡嘅。咁所以咧過咗期咧，其實係唔可以做任何嘅建築工程嘅。咁又係好簡單啦。如果你頭先講咗安全吊帶啦，咁工人做嗰個建築或者維修工程一定要有呢個安全帽啦。咁安全帽咧仲會有一條咧我哋叫做嗰個下爬帶，即係穩嘅帽帶。其實佢個作用咧就防止個安全帽咧移位嘅。另外仲有咧僱員補償條例咧，就確保咧其實所有嘅做嘢嘅工人咧都會有勞保啦。嗱，例如另外一樣咧就係個垃圾槽啦。咁如果有垃圾槽嘅話咧，其實就要留意翻啲安全嘅措施啦。咁啊工友咧做塞啲垃圾落個垃圾槽，擺啲落去嗰時咧，就記得要唔好搭上坐低或者跪喺個垃圾槽嘅。同埋我哋咧其實盡可能咧都要個垃圾槽咧做到盡量細，同埋咧會有啲嘢去遮住個垃圾槽。咁盡可能就用一啲工具去到清理垃圾槽啦。同埋所有嘅清潔工人咧，其實咧都要受過訓練，知道佢呢個工作嘅所有嘅危險性，同埋點樣去防止呢個意外發生嘅。咁咧，我哋一陣間睇一個關於閘門嘅意外。好，我哋去片睇一睇。大家好，今日我想同大家講解一宗操作燙閘嘅致命意外。希望提醒大家相關嘅安全事項。我哋一齊睇下意外發生嘅經過。事發當日，一名員工喺屋苑入口關閉一道燙閘。當佢將燙閘推出嘅時候，燙閘由道軌跌咗落嚟，將佢壓死。等我哋睇下意外嘅成因。燙閘其實裝咗道軌擋板，防止被過度推出而脫軌。但係燙閘冇定期檢查同保養，擋板爛咗都冇人知。點樣先可以避免意外發生？僱主需確保燙閘裝上適當同有效嘅裝置，例如道軌擋板、閘門擋，以防止燙閘被過度推出。僱主需定期檢查、保養同維修燙閘同各個部件，包括道軌擋板、刀輪、地面軌道等，以確保燙閘保持喺良好嘅狀態。僱主需向相關嘅員工提供安全資料、指導同訓練，同制定有效嘅損壞通報制度。特別喺操作燙閘嘅時候，發覺有同平時唔同嘅情況，就要即刻通知主管揾人維修。另外，亦要確保員工熟悉燙閘嘅安全操作程序。僱主亦要訂立有效嘅監察制度，以確保上述嘅安全措施得以嚴格遵從。閘門安全要留心，防止員工意外生。咁大家就諗下，如果業主咧，我哋揀啲承建商咧，其實我哋點樣揀啲有質素嘅承建商去做一啲裝修維修工程？嗰啲承建商又知道我哋法例嘅要求咧，令個工程可以安全咁進行咧。咁其實咧我哋咧勞工處啦，同埋職業安全健康局咧，其實有個職安健嘅升級企業計劃嘅承建商嘅。咁嗰個承建商咧，其實咧有個註冊制度，同埋咧會擺咗喺職安局嗰個網頁嗰度嘅。咁大家可以參考翻啲升級嘅承建商，咁啊睇下佢哋有咩，佢哋都分咗唔同種類嘅工程嘅。咁大家可以參考翻嗰個 list 嘅。咁陣間咧職安局嘅同事咧會更加介紹呢個咁嘅計劃嘅。
咁最後咧，其實咧，我哋頭先嗰啲咁嘅video 啊，或者動漫嘅片咧，其實我哋有成27套嘅，都係根據啲真實嘅個案而改編。咁你都見到講得好清楚個意外發生經過㗎啦，出嘅問題啦，同埋點樣去防止啲意外。咁就喺我哋嘅職安健業等人呢個 app 裏邊咧，就有晒我哋咁多套片㗎啦。咁最後咧，大家就會有個疑問啦。其實我知啲即係業主，咁我都唔知個工人其實做嘢係穩唔穩陣嘅喎。咁我發覺佢如果唔係好妥，咁我可以點樣做咧？其實我哋有個職安健熱線嘅，咁你可以咧有咩問題都係打位嘅線揾我哋。如果你發覺嗰啲工人做嘢係真係唔係好妥當，我哋亦都有個職安健嘅投訴熱線嘅。咁我哋所有嘅投訴咧都係保密嘅。咁如果大家唔想打電話，我哋亦都有個網上表格去 download 個 QR code 咧，可以 send 俾我哋嘅。咁就係咁多，多謝大家。